我今天不想讲我怎么看待我想看到中共有一个外宣官媒叫多维新闻，4月29号发了一篇文章，那么他讲的是，文章标题就是中共这个外宣媒体编辑编的拟定的，叫做赵少康深谈两岸论述与李登辉差异急剧缩小。我呢就不用我的看法，我就说来向各位报告一下。中共怎么看待赵少康这番这个良苦用心那么按道理讲，他是中共应该喜欢吧？那么实际上看来这个未必那么我就是接下来引用中共这篇文章，这个看他赵少康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为中共所认同。那这篇文章这样讲说，4月28号下午，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受邀到国民党中常会，以和平奋斗救台湾发表专题演讲，再度吸引舆论注目。细看赵少康近40分钟的演说，涵盖国民党目前方方面面的政策论述，乃至于定位问题，尤其是在两岸的部分，他提到国民党在美国和大陆间应该要等距，亲美和和中，和国民党跟老共应该要和平友好，不讨好，大家平起平坐。赵少康特别强调，台湾2300万选民才是我们的选民。对香港反修例视为风潮，他更透露，我不知道发了多少篇简讯给时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希望他召开记者会大力抨击中共，但吴跟敦义不愿意，只发新闻稿。赵少康质疑，中共产党不对，为什么不敢讲共产党？你怕共产党什么？那么这句话，我下面还是中共引用他的话，接下来是中共编辑的话。这番话其实显露出赵少康心里的国共关系乃至两岸关系的图景。对赵少康来说，台湾之于国民党，其重要性已经远远大于中华民国之于国民党。在他的演讲论述里，已经完全没有见到对中华民国图景的想象。这样的情景与不过短短1年半以前赵少康言论就有了巨大的落差。这篇文章讲，2019年10月，赵少康曾投书媒体，大谈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他提到，我们早已失去自信，失去自认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失去自己的话语权，把一切都交由北京定义。我们早已忘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情。也早就放弃跃马中原、着陆天下的壮志。我们不敢把民主开放向大陆推广，不敢把自由多元向大陆宣扬，我们只敢关起门来自己斗自己。赵少康当时认为，我们的人口就算不如人家多，我们资源就算不如人家丰富，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正义与价值，我们大陆还是有号召影响力。最怕的是我们放弃了自己历史使命，一心跟着老马做美前卒，则我们就是历史罪人，会受到后人唾弃。然后中共的文章讲，这样一种胸怀全中国、大谈历史使命的气度，在赵少康此次演说中竟难觅得只字片语。众所皆知，赵少康常年以反台独立场著称，尤其是反对李登辉担任国民党主席时所推动的路线变革，因而在1993年另起炉灶成立新党。新党就是一个标榜国家统一的政党。那么赵少康抛出缉毒时间表，曾经给李登辉带来不少压力。那李登辉还被迫出面澄清，说李登辉在搞台独这种谣言是有政治阴谋。那么赵少康虽然大力批判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但他这次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演说却并没跟李登辉的台湾主体性思维有巨大差异。这篇文章讲，矛盾的是，此番赵少康所提关于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愿景背后逻辑充满着李登辉政治改革遗产的影子。除了他只字未提统一目标之外，他也完全没触及对中国大陆民心的展望与拉拢，而仅止于强调台湾2300万选民才是我们选民。这恰恰与李登辉创建新中原如出一辙，也切合李登辉关于台湾主体性的命题。绕了近30年，赵少康最终还是回到他常年痛恨的李登辉论述脉络中，这难道不悲哀吗？如果赵少康这套论述就是回应他当初宣布重返国民党时所说的将来一定会提出两岸政策，那么其实赵少康跟江启臣也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也不会在本质上有别于国民党10余年来除了洪秀柱以外的任何一位领导人的看法。
然而，这种国民党只要放眼看台湾就好，两岸各自经营，不要干涉，也不要统一立场，其实没有注意到两岸格局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是1990年代或者马英九执政时期堪比。国民党想要跟共产党平起平坐，又怎么能够忽视9·2共识和背后的政治含义问题？以赵少康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如果始终不愿对两岸未来终局的各种可能性提出论述，而只想用和平包装永远维持现状，则在立场上很难跟民进党拉开。赵少康此时的表态也不过是与过往数十年的自己分道扬镳。那么以上呢，就是中共官媒对赵少康观点的论述，我呢就不去评论中共这篇文章了，我只是把它介绍给台湾观众，顺便介绍一下这位作者。这位作者叫林家和，是，我想这个部分哦。